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由 IP Adapter 插件的作者 Matteo 大佬写的工作流，是关于 Flux 图片的放大和细节增强。这个工作流看起来比较复杂，但一般来说呢，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就行了。工作流只用到了 Essentials 这样的功能性插件，要注意。Essentials 插件和 Comfy UI 得更新到最新版本。在模型方面呢，整个过程除了 Flux 没有用到任何其他模型，工作流绝大部分操作都是在前空间完成的，所以显存占用方面跟一般的文生图工作流差别不大。我们直接来看整体的工作流。首先，左上角是选择尺寸，包括原始尺寸和想放大的倍数，范围是1到2，不过作者建议在 1.1 到 1.7 之间。后面的数学运算节点咱们可以完全不用管。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 Flux 模型选择，这里我选的是 FluxDev 的原版模型和 FP16 的 T5 模型，采用欧拉采样方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模型。此外呢，这一块上方有个开关，是用来控制前空间传递的，可以先选择关闭，断开与后面的所有连接。因为这是一个放大和细节增强的工作流，所以我们最好先进行抽卡，抽到满意的图片后再打开开关进行后面的放大和细节处理。当抽到一张还不错的图片时，我们就可以打开开关，让前空间的内容输入到后面的2部分。这里放大细化图片的主要原理是把图片分成2部分，分别加噪声以增加细节，最后再把2部分合在一起，来实现放大和增强细节的效果。工作流中间所有图像的处理几乎都在前空间进行，就像之前说的，工作流与原生的 Flux 文生图工作流显存占用相差不大。像我使用英伟达 V100S 的 32GB 显存的显卡，用基本的 Flux 文生图工作流跑原版模型显存，占用大概 27GB 左右，而使用这个工作流后，显存占用大概接近 28GB， 多了1%。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有非常多的采样步骤，它虽然不吃显存，但很吃推理速度，因此可能对于显存够用的老显卡可能不太友好。生成时间方面，第一次包括加载模型的时间，一共用了差不多360秒，第二次用了200秒，而普通的 Flux 文生图一般推理大概花40秒到50秒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流的时间大概是普通生成图的4到5倍。中间这里是重点，有5个参数需要调整，这5个参数是上下2个分块图片共用的。第一个 Guidance 就不用多说了，第2个参数是降噪强度，也就是作者说的变异度，可以看到它与 Denoise 相连，调节滑块的范围是从0到1，但这0和1并不是具体数值，而是可以理解为0到100%的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数学运算结果可知，其实是降噪强度大概在 0.46 到 0.72 左右的调节。第3个参数是速度和精度之间的平衡调节，其实就是采样器的步数。这里0到1的调节范围对应的是12到35步之间，一般情况下调到 0.5， 也就是20步左右，需要更快的速度或更少的细节可适当降低。第4个参数是粗糙度和平滑度，其实也是一个降噪强度，在 0.5 到 0.72 之间，与第2个参数类似。最后一个参数是注入的噪声强度，比较重要，噪声越大，图片获得的细节越多，调节范围在 0.38 到 0.52 之间，滑块也是百分比调节。主要的参数就这些了，下面看看实际的例子，可以看一下，这是默认参数下生成的第1张图的效果，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细节多了不止一点点，无论是背景、衣服、头发、面部皮肤的细节都增强许多，同时也使得 Flux 背景虚化严重问题有了一定的解决。当然，细心的你肯定发现了这里的手指处理后反而出现了问题。目前这个工作流我具体使用下来，发现它默认的参数出图效果细节一般是过于多的，需要我们自己适当的降低步数或噪声强度，可能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然后第2张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选了一张比较差的图。对于这个工作流，这张图有3个 debuff， 1是亚洲人，2是手指原图就是坏的，3是这张图构图简单，本身就不需要过多的细节。可以看到这张 1.5 倍细化处理之后的效果并不太好，尤其是脸部皮肤，由于细节过多都严重偏离亚洲人，同时手也由原来的4根手指变成6根手指。那我们怎么来调节参数呢？工作流的本质其实就是将图片分成2块，分别进行加噪声细化和放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左右2张图片，左边这张图对亚洲人的理解好于右边这张图。
但是呢，工作流是图片的拼接，默认是先放左边这张图片，再将右边这张图片拼上。因为这2张图片拼接并不是严丝合缝的，是有重叠的部分的，所以右边图片重叠的部分就盖在了左边图片上面，所以最后图片效果脸部才是右边的图像效果。假设你想反过来拼接呢？这边有2个前空间遮罩组合，分别是这个黑色和黄颜色模块，就代表左右2张图片。我们可以把2个分块的顺序倒过来，同时让前空间先进入右边图片的模块，再传到左边图片的模块，这样就实现了左右拼接的反转。又由于之前工作流的部分种子是固定的，所以点击运行可以直接进行最后一步采样来拼接我们的图片。好，可以看到效果是刚才好了那么一点点。那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更好的方式来改变这2个分块图片的效果。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改变上下2个分块的种子值。想要单独调节某个分块，可以暂时将其他的模块禁用。细节过多的话，在中间参数调节这里降低噪声的强度来减少细节，同时稍微调低降噪强度。对比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应该是降噪强度和噪声强度调得太低了，手指和原图一样变灰4根了，整体效果依然差，还得继续调。之后我又把种子、噪声强度做了一定的调节，最后终于把图像人物的手指调正常了。可以看到调节后的效果，头发和衣服的纹理都还不错，但是其实耳机的细节还是过多了，而且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形象。当然这个问题其实跟 Flux 模型本身有关，采样步数和次数只要一多，出图就会偏离提示词的要求，人物形象微调这些细节很难改变，只能通过 Clip 里面的提示词来改善。我们这里对图片分块的提示词做一个条件组合，我们在上面增加另一个提示词输入框，并用 Contact 将2个提示词条件进行组合，然后连接到 Flux Guidance 里面。这里输入白色的皮肤、韩国人、冰岛人，权重分别是 0.5 和 0.9。这个结构提示词是来自于博主 AI 老腊肉，可以在不使用 Lola 的情况下略微改善 Flux 在东亚人的形象绘制上面的不足。你可以理解为去韩国整个容，去冰岛美个白，下半部分也进行同样的操作。好，结果是这样的，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太完美，但整容还是有一定效果。我这里只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实际使用时，完全可以使用 Laura， 或者说先抽卡阶段就把种子和提示词调整好。这里只是为了展示能够去调哪些参数，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有怎么的补救措施。总的来说，这个工作流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就是参数比较多，调节起来比较难上手。好，我这里将工作流恢复到最原始参数，换一张图片来试一下效果。看这张美人鱼的图，这是原图，放大后的图相差特别明显，细节方面提升了不止一点效果，无论是后面的鱼、珊瑚还是衣服头发都有提升。可以仔细看这手部也是5根手指，但画的不太好，看来默认参数下手部都不太行。另外，更多的图片对比，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面查看具体的放大细化图片对比效果。那么如果你学会如何使用这个工作流，就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了。但是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想要知道怎么才能搭建出这个工作流呢？我们也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下工作流的思路。首先可以看到第一部分是一些简单数学尺寸的计算，这里主要是用到 Essentials 节点里面的 Simple Math 节点。这里我用颜色区分了4个尺寸，分别是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这部分数学计算只有是这4个颜色框的节点有输出，它们的输出我也分别用颜色标明了。我们先看输入，输入很简单，就是长度、宽度以及放大系数。输入进入到第一个红色节点，长和宽分别为 A 和 B， 放大系数为 C。这里计算的输出有2个值，就是放大后图片的长和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计算比单纯的 A 乘 C 和 B 乘 C 多了一步，多了一个减去放大后尺寸除8的余数步骤。这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放大尺寸能够被8整除。可能有人会疑惑， Flux 并没有严格的尺寸要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可能的原因是为了让图片尺寸在前空间更加对齐，加快运算速度。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为让这个工作流也可适用于其他模型，提高这个工作流的通用性。好，经过放大后的长宽进入到第2个数学运算框，
这里除了前一个计算出来的放大尺寸 A 和 B 之外，还有一个 C， 这个 C 是来自这个 overlap， 也就是重叠部分的运算框。这个式子可能看起来比较复杂，经过我们刚才工作流的了解，我们应该对图像的拼接需要通过2张图片重叠的部分的羽化来消除明显的接缝，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计算框便是计算我们所需要延伸的长度，这和我们平时处理图片的时候会对遮罩加一个遮罩模糊伸长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延伸的长度作者设定在136到188之间，而长度的变化又根据放大系数，也就是我们的这里的输入条件 A 决定的。让我们再回到第2个数据计算框，对于放大图像分块尺寸计算的输出分为2种情况。当 A 大于等于 B 时，也就是横向图片，输出为1/2的 A 加上 C； 当 A 小于 B 时，也就是竖向图片，输出为1/2的 B 加上 C， 其实就是放大后尺寸的一半，然后加上刚才计算的重叠部分的尺寸，可以看这张图片可能更好理解。在计算我们的分块尺寸后，又进行和第一步一样的一个余数处理，减去了 A 和 B 除以8的余数，同样是为了让分块后的尺寸能够被8整除，处理后的尺寸就可作为最终分块尺寸大小来输出。后面工作流用到这部分的分块尺寸，我都会用绿色节点标出来。分块后的尺寸又进入了 X、Y offset 节点，这里同样分为2种情况 ：A 大于 B 时横向，输出是 A 减 C 和0；A 小于 B 时竖向，输出是0和 B 减 D。对于 A 减 C 或者 B 减 D， 对应的是放大后的长宽，减去分块图片的长宽，就是分块图片在 X 轴和 Y 轴上移动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分块之后需要进行组合，如果不做 X、Y 偏移计算，那么分块图片拼接时会重叠在一块。如果是横向的图片，就在 X 轴上进行位移；竖向的图片就在 Y 轴上进行位移，而位移的距离就是放大图片与分块图片之间的差值及 A 减 C 和 B 减 D，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最后一个尺寸是我们分块图片羽化的尺寸，因为在拼接完图片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接缝，需要通过羽化来操作。同样的，也是分横向图片和竖向的图片，因此有2种情况，需要对图片的左边或者图片的上边进行羽化。羽化尺寸其实可以看到，这边输入的就是之前计算的重叠尺寸的数值。当然，这里节点名称其实应该反过来写 top。left 更好，因为第一个输出其实对应的是图片上半部分的羽化，第2个输出才是左边的羽化数值。那么关于第一部分4个尺寸的数学计算，我们大概就算了解清楚了。第一个放大图片的尺寸，也就是红色的尺寸，可以看看它最后都去了哪里，比如有放大前空间图像的部分，还有最后的图片拼接模块。而第2个绿色的分块尺寸，分别输入到上面的 til1 和 til2 中。第3部分黄色的偏移尺寸分别输入到2个部分，一是 til2 分块的图像绘制，2是最后图像拼接部分。第4部分蓝色的羽化尺寸，只有最后一部分拼接图像用到。我们再看尺寸计算下面的纹生图抽卡部分，就是一个普通的 Flux 纹生图流程，不过使用了散装的采样器，这里就不多说了。在这个纹生图流程后面，我们利用这个红色的尺寸，也就是放大后的尺寸，在前空间对图像进行一个放大，然后到后面用绿色尺寸对它进行一个分块，上下或者左右分成2块。我们再来看看这5个参数是如何实现控制的。比如第2个参数是降噪强度，我们直接看它后面的数学计算。这里 round 和2是一个函数，你可以理解为让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2位，主要看中间的计算式子 0.46 加上 a 乘以 0.72 减去 0.46， 很明显是在 0.46 和 0.72 之间，按 a 的比例取值。如果还不好理解的话，可以将0和1代入。当 a 等于0时，输出是 0.46； 当 a 等于1时，输出值是 0.72。所以这个滑块可以实现降噪强度从 0.46 到 0.72 的调节。对于第3个参数，是我们熟悉的采样的步数 step， 这个可能相较其他比较复杂，它的输入除了我们这里手动滑块调节的%C外，还有 A 和 B 的输入，而 A 和 B 又是根据上一步的降噪强度影响的。可以先看中间 Simple Math 的数学计算内容，
这里步数的输入 A 可以简单理解为12步到15步之间按降噪强度确定的数值，而 B 可以简单理解为26步到35步之间按降噪强度确定的数值，不用深究，也是一个比例计算。最后输入到采样器的其实就是12到35之间的一个数值，但步数会随着降噪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第4个参数与第2个降噪强度类似，计算方式也是类似。简单理解就是0.5到0.72之间百分比调节的降噪强度，最后的噪声强度参数也是同样的计算式，在0.38到0.52之间。其实你不一定要完全按照作者的方式来计算这些参数，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其他数学运算来调节参数。这些参数计算完毕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会经过调度器或降噪模块，然后最后进入到我们的采样器。对于分块图片的采样，这部分也是一个散装的基础采样器，跟之前不同的是，这里需要经过2个采样器，2个采样器中间加了一个注入噪声模块。注入噪声是我们获得细节的关键，噪声控制连接的是我们之前介绍的最后一个参数。在经历过降噪、注入噪声、采样之后，会输出一个潜在空间图片，然后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图片拼接在采样部分，而图片的另一半的采样、注入噪声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注意，你可以针对这2个分块图片分别使用不同提示词来改变它们各自的效果。下半分块经过采样加噪后，同样也是输出一个潜在空间图像。在经过上下2半部分的潜在空间的处理之后，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图像的拼接和再采样。之前提到过，红色节点输入的是放大之后最终的尺寸，绿色节点输入的是分块图像的尺寸。那拼接图片过程就是在放大后尺寸基础上，先注入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潜在空间图像，之后再将前空间传到这边黄颜色的前空间组合遮罩节点。这个节点还需要输入之前提到的 XY 方向的片异量尺寸。另外，我们还需要利用羽化遮罩节点来对拼接好的图像加一个羽化处理。拼接羽化完成之后，继续对我们前空间图像加噪声，来对图片再进行细化，噪声强度可以在这里进行调节，然后输入到我们的采样模块，最后经过 VAE 解码后，就可以输出我们的最终图像。对了，还有输出最终图像前，作者还加了一个锐化图像的节点进行适当锐化处理。对于这个工作流，包含了非常多对 Comfy UI 新的惰性求职方式以及前空间处理的理解。可以说，作者对 Comfy UI 底层的理解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们主要还是学习作者的思路，其中的具体数学运算不需细究，主要理解整个搭建的思路，比如注入噪声的方式、前空间尺寸处理、图像拼接的方法等。好了，关于这个工作流就介绍到这里。